球的亿万观众以及现场的2万多名来宾，你们好！接下来颁发的是我们金趴奖当中唯一的一个，同时对于所有的奇葩说的奇葩们，在心中分量无比重的一个奖项，那就是想和他彻夜鼓掌奖。让我们有请分量非常足的拿过金像奖影后的颁奖嘉宾陈夏来为我们颁奖，有请陈夏。非常开心可以来到金趴奖的颁奖现场。今天我要颁发的是想和他彻夜鼓掌奖。这个奖项据说评选的非常严谨，是由22位奇葩不记名投票产生的。我也很好奇，那我们不废话了，我们来看一下凭借投票的前5的入围的有胸肌可以迷死人的胡建彪，华美肉体霸气灵魂的范甜，黑幕，敢和哲学教授争长短的马薇薇，风情万种，脸也好看的姜思达。下一位是你们这些禽兽竟然选他的颜如晶。好，在公布最后结果之前，首先我们来采访一位遗珠潇潇。跟你说，这个事情，马薇薇跟范甜甜公然拉票。好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潇潇非常想拿不到的奖，获奖者是范甜甜。好，来，甜甜，请接受春夏为你颁发的奖。对于我来说，这是参加4季奇葩说来最大的荣誉。虽然我知道大多数的选手都是在我的淫威之下投的票，但是我今天终于对得起我的基因，对得起我的父母，我只想说4个字：实至名归。甜甜，这个奖你要跟谁分享？我这潇潇公主走。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冠名播出，以及奶后吐真言不添加香精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老罗到死丝方尽，做生意做不过马东累不干的罗振宇。你把我买了就好了。大家好，我是不知奇葩谁才出，开口毒舌似剪刀的蔡康永。大家好，我是满园春情满园才情关不住，一朵奇葩出墙来的张泉灵。我觉得泉灵前面那句背的是对的，就是满园春情关不住。大家好，我是奇葩洞房花烛夜，小米冠名值千金的 FM。大家好，我是何炅，
欢迎来到这个春眠不觉晓，处处奇葩吵的奇葩说。欢迎我们本期的女神春夏，欢迎。春夏是应该是艺名。对。那为什么起艺名叫春夏呢？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秋冬的人，所以才会叫春夏，叫弥补夏。春夏会给你招来桃花吗？这个没有，并没有，所以你是单身。对。啊，有想过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子的吗？好 ，OK， 那这样，现场这么多男生，我们来为你组织一个理想型世界杯。很简单，我会说2个名字，请你凭你的直觉马上说一个他们2个当中更靠近你理想型的，好不好？第一组的2位来宾，欧阳超、艾丽。艾丽。哇，艾丽。艾丽，姜思达。姜思达。甚至抢了我的台词。我姜思达话音未落，他就落了吗？啊，落了啊。好，姜思达，胡建彪。胡建彪。我是不是太上了？我觉得他只是喜新厌旧。是不是？对啊。这我真的不懂，就是到艾丽我还能懂啊，艾丽绕去姜思达我也能懂，可是从姜思达再绕去胡建彪，那姜思达就只是中间绕过去的一个站而已。那我们不如问一下好了，姜思达给春夏你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他说的那个，就是他有一场辩论，就是说呀，这东西我真喜欢啊，看一看价格我买不起，配的真丑，就那个是我印象最深的。那建彪呢？建彪给你的强烈的印象是一个总体印象。哇！我们来关注一下胡建彪会不会笑到最后，好不好？因为现在理想型世界杯赛程还没过半呢。胡建彪，潇潇。胡建彪。你以为什么笑？你这站你挺高的，你是被甩了的那一站。没事，好，过站不停就算了，过站还冷笑，这个我就不懂了，就是哎不用停啊。好，下面胡建彪、黄执中。说了黄执中是吗？怎么不是那种立刻在嘴边说姜思达，那种黄执中。而且他对建彪是整体的印象，对执中肯定是具体的印象。黄执中赢在哪里？哪个局部？哪个局部？下面这个我觉得很有趣，黄执中、马东。黄执中。不仅过站不停，而且冷笑，不仅冷笑，还赏了他一个白眼。我没有，我是在小心谨慎的观察。哦，所以我要是很生气，你会改主意吗？可能也不会。所以综上所述，黄执中是春夏的在场上的理想型，非常好，有眼光。可以请教一下，就是即使在私下的生活约会当中，他可能就沉默寡言，也可以吗？我觉得理想型这个词就是理想就是很远嘛，无法靠近。然后我对黄执中老师是一种就是欣赏加尊敬，就是可远观不可亵玩，也绝对没有心思要去亵玩。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嘛。各位，我想要的只是亵玩而已。被甩的那几站都是可以亵玩的。来吧。好，春夏的故事我们慢慢的去讲。我们先来讲今天的故事，掏出来搞事情。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奇葩说，谢谢。
奶后真言，蒙牛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谢谢。好，今天的议题，我个人觉得，有点儿能够让大家想到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生活是一场游戏，每个人都是玩家，免不了遭受生活大魔王的暴击，累积1万点真实伤害。比如对单身狗的暴击，想喝杯饮料，发现第2杯半价，猝不及防被喂了一嘴狗粮。比如学业的暴击，奋发图强无数个日夜之后，拿到高考成绩单，分数却惨不忍睹。再比如事业的暴击，高考失利后不放弃，来到江南皮革厂勤勤恳恳的工作，突然被告知老板卷款逃跑了，公司没着落了。再比如为什么生活总是暴击我啊？哎呀，生活是在教我面对现实，提高自己呀。暴击的1万点真实伤害让我从此可以单刷困难哎。我现在的一身装备练就了18般武艺，都应该感谢生活的暴击呀。可是成长有那么多途径，为什么非要用暴击的方式呢？它让我这么痛苦，这么心碎。何况我能成长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凭什么感谢生活的暴击啊？生活的暴击真的喵的值得感激吗？菲菲跟微微他们最近还写了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什么呢？我们要把生活当中的苦难变成快乐乐趣。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就是那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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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是吧？啦啦啦啦，是不是你的歌？这是你写的曲子吗？他俩要这样执着的不要打自己的脸，这不就是不要脸吗？欺骗听众。我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那开始之前，我们先交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有没有接受过生活的暴击，此刻都可以想一想，值不值得感激呢？各位请选择。星星争夺战，本赛段每场比赛结束后，获胜队得奖金。导师和嘉宾从获胜队选出一位表现更可爱的奇葩，送上加1分的荣耀黄星星；从落败队选出一位表现不够可爱的奇葩，送上减1分的羞羞黑猩猩。赛段结束后，行星积分榜排名前4位的奇葩和导师商议选出的另外4位奇葩进入决赛赛段。3、2、1，这场有趣了。你们得拿出真本事来了。对啊。非常非常的接近。那么我们今天2位下凡的导师压力很大，分别是马老师、肖老师。拿出你的小米手机，马老师今天是正方，这个10方就是对我生活的暴击。你要好好感激啊！来，我们陈琳老师，反方。好，罗老师，您的观点是？我只会支持张泉灵啊。康永哥，我觉得不值得感激啊。所以您今天也是反方的，因为反正马东已经被生活暴击了，再暴击他一下又。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春夏的观点。我选的也是反方。暴击。何老师，你选哪方？我选哪方不重要，因为反正不管怎么暴击你，你都会感激呀。我现在就谢谢你们，而且谢谢你们全家。今天难得台上一片祥和。好的，我们看看正方的一辩是谁。来，请来刘凯瑞，加油！加油！哦，哎呀，虽然就是现在票数是极其的接近。但是刚才我们从导师还有女神的讨论当中就听出来了，感觉好像我们这些感激暴击的人都有点贱嗖嗖的意思。到底我们是不是贱嗖嗖的呢？是。但是暴击对我们其实是有一点帮助的，那是什么呢？暴击给了我们吹牛的资本。这吹牛最牛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人生必须要跌宕起伏，你要曾经有多么的苦难，但是老子现在扛过来了，所以我才牛啊，对不对？对。可是呢，吹牛只是讲自己的跌宕起伏，就一定正确吗？就一定是高级的吗？不是，我来教大家说一种高级的吹牛的方法。我这个人啊，最后悔的就是创建了阿里巴巴，让我背后有几百个亿的身家。但是我感谢的是当年我创业的时候那些拒绝我的人和差点破产的经历。
高级不高级？高级。这个牛吹出来感觉是激光闪闪啊！是啊，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去感激生命当中那些暴击的时候，我们好像变得更加的高档了一些？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暴击这个词。什么叫暴击啊？很简单，它是一个游戏词汇，指的是突如其来的巨额的伤害。既然是游戏，我们就回归到游戏当中来说。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可能都玩过一个游戏叫《王者荣耀》嘛，对吧？我也特别喜欢玩，我经常会选择亚瑟。当我提着一把大剑在往前面冲的时候，对方的 ADC 给了我一个暴击，让我的血槽瞬间减少到了只剩下1/3。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我该怎么办？我掉头跑嘛，是不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回归到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暴击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它提示了前方的巨大的伤害。对。我们的人生啊，一直都是不断的在这磕磕绊绊的过程当中探索着每一条路。而暴击像什么呢？暴击就像是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一个巨大的路牌，上面写着“禁止通行”。看到这个路牌，我肯定很烦，我又要走回头路了。可是这个禁止通行的路牌阻挡的是我跟前面璀璨夺目的人生的接触吗？好像不是，它好像是帮我阻隔了可能让我粉身碎骨的一个悬崖。有多少人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没有看到这个禁止通行，当他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他已经被爆头了。讲了这么多，好像暴击真的特别好，暴击就没有不好的地方吗？当然有。暴击让你特别的痛，痛彻心扉的痛。刚来北京那会儿啊，我录过一个节目，他让我们每个人选择一个面具，面具上有个主题。我当时被导演分配到的呢是贴满了新闻头版头条的这样的一个面具，所以我的代号就叫头条。我戴着那个面具站到舞台上，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中间这个机位的呢坐了一位评委老师，他是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坐在那儿，他就问我：“你为什么选这个名字呀？”我说老师，我希望明天我就能上头版头条，因为我想红。你凭什么红啊？就凭你吗？我说，我要机智一点。我说老师，那也许我现在就是冲下去跟你舌吻，明天我就可以登上头版头条了。我觉得表现我挺好的。你是什么玩意儿？说什么呢？你要跟我舌吻？你问过我的意见吗？你刷牙了吗？你嘴有多臭，你不知道吗？东西，我懵了。我觉得我就是想说一个玩笑而已。这么多人，我爸我妈都没这么骂过我。得亏我戴着那个面具，因为观众朋友看不到我当时的眼泪哗哗哗的就往下掉。我完全不记得我后来是怎么完成了后面的表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可能感觉不到那种痛，但是它会像一个梦魇一样，永远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就是喜欢搞笑的，跟大家逗着乐的人，我会害怕我下面脱口而出的一个玩笑，可能又不得体了。我会不敢站在舞台上看着大家的眼光，我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来到北京去做这些事情？我挺怕的。命运弄人的是，几年之后我接了一个活儿，那个活儿是让我跟他搭档主持一个商场的开幕仪式。你能想象吗？因为我戴着面具，他不知道我是谁，可我知道他是谁啊。所以在整个表现的过程当中，我非常的紧张。我不敢说一些玩笑的话，但是我又要积极的表现。我努力的去想尽办法去维持现场的效果，但是我要懂得分寸。结束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吗？这个人走到我的身边，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不错啊，懂事儿。”哇！我当时真实的反应是，我想撕烂你的嘴，因为我对他的痛苦和他痛恨，我对当时这个情景的回忆和这些东西对我的伤害从来没有抹灭过，包括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仍然不愿意在电视上看到他出现。可能这就是我小小的一种任性，但是我们回头想想啊，这个世界上有100%好的事情吗？这个世界上有100%不好的事情吗？这件事带给我了99%的暴击伤害，
但是它好像也带给了我0.01%的成长。它让我知道了说话要知分寸，它让我知道了要怎么去为人，怎么去表演。有的时候我们去全盘否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特别不公平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暴击痛吗？真他喵的痛。可是生活的暴击值得感激吗？但凡有那么0.01%，我就觉得我值得。因为至少这个生活的暴击它及时的出现，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将来还以我的生活致命的一击。哇！别说。啊？我啊，不是，是您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真事儿啊？我的好朋友？我哪有好朋友？你才有好朋友呢！你全家都是好朋友，真的。哎，可是凯瑞，你觉得那个人会听到？如果他看到这期节目，他知道你说的是他吗？我戴着面具。我觉得这种就是现场特别不给人面子的人，一般都比较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不记得别人。嗯，哇，这个好，真的啊。我后来还注册小号骂。哎，感激啊！等一下，刘凯瑞，你可别忘了你是正方，你这是感激的态度吗？他感激这件事儿，不妨碍画个圈圈。着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马老师说了，他朋友也不多，所以大家我朋友就何炅，还有谁？好，来，不开玩笑了。其实凯瑞，我觉得得到成长。我们来看看到底反方怎么样回应。反方是谁？大晴来。其实刚刚凯瑞讲的特别好，他说他成长了，我也觉得凯瑞特别棒。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不应该感谢那些暴击，毕竟人活的真的不是为了吹牛，是为了幸福啊！我也希望你以后都不要感谢那些暴击，也不要遭遇任何的暴击，因为我的生活中就是一个充满了暴击的人。这些暴击来的突如其来，给我带来了我根本难以承受的伤害，我觉得真的挺惨的。但是我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暴击好像真的告诉我了一点点小小的哲理。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并且我想说，我以下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故事，没有任何的夸张效果，都是真的。第一个小知识，你所看到的电视剧里面的每一个场景都是真的。当时我在泰国旅游，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从街边冲出来了一个人，把我按在墙上给了我一脚。那个时候我觉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整个人都懵逼了。直到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把刀，直接就对着我的脖子，告诉我说把钱全部都交出来。我当时怕死了，可是那一刻我知道电视剧真的没有骗我，刀在夜晚特定的角度其实真的是闪闪发光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拿走了钱，笑得特别开心，然后临走还亲了我一口，特别开心的笑着说 "Thank you, baby"。我觉得特别难过。我当时才19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像现在一样成长成为一个汉子。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出国，我觉得特别害怕。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巨大的暴击，突如其来。可是那个时候，作为主角，带着主角光环的我，没有被逼到绝境。我遇到了一个好心人，我给他诉说了我所有的遭遇，他告诉我说：“蒋嫣嫣，不要急 ，take it easy。”然后默默的就去 ATM 机取了2000块钱人民币的钱给我，然后还从脖子上直接取下了一条自己的项链，下面是个莲花，上面是个大象。他告诉我说，一个女生出来旅游，可能就是会遇到很多的暴击，但是不要怕，这个项链可能是他给我的最大的祝福。我会在想说，等我回国以后，我应该感谢的是谁？我如果要写一封感谢信的话，我到底应该写给谁啊？我难道要写给那个劫匪吗？你不觉得这件事情特别荒谬吗？我应该要写给的是那个帮助我的人呢。这是暴击告诉我的第一个生活小常识。可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所看到的生活、社会新闻里面的所有事情，其实也他瞄的都是真的。有一次，一辆普普通通的公交车，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一辆那么大的公交车撞上了一辆那么小的摩托车，我就从最后一排直接飞了出去，撞碎了挡风玻璃，倒在了地上。
我醒过来的时候查看了我的手脚四肢都在，然后我就站起来了。然后去了医院，我发现我的右手手臂整个骨折了。当我绑着绷带的时候，我觉得生活为什么又给我了一个巨大的暴击？我为什么出来旅个游，每次都会遇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真的是因为我太作了吗？我觉得我那天过得特别惨，我要去找一点乐子，然后我就找到了当地的一个老年人 disco。里面全都是50、60岁的大爷大妈在跳舞，跳得特别开心。我以为我能在他们之中找到一点成就感，然后发现绑着胳膊的我根本没有办法跳过这些灵敏的老头老太太。我觉得我那天过得更惨了那么一点点。可是那我应该怎么办？那我去游泳好了。然后我就脱掉了我所有的衣服，举着我那个打着绷带的手，想要下海扑腾一下。当然，我那个时候说我一只手一只脚去扑腾，肯定说游泳是骗你们的。但是我扑腾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牛。可是我为什么能站在这里吹牛？我要感谢的是那个莫名其妙冲出来的摩托车吗？不是啊，我要感谢的是那个我倒下去痛感可能不是那么敏感的我自己啊。我是那个不愿意，我今天没有爽到，我就不愿意回家的我自己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真的受过了很多的感激教育，大家都告诉我们说要感谢光，感谢空气，感谢你所遇到的所有事情，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暴击和我们相遇。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真正的感谢的是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或者那个赶在车祸现场爬起来的我自己。感激其实是一件特别珍贵的事情，它是一种很珍贵的情感。我们真的不要让那种感激变成了一个文明用语，你可以对所有人说谢谢。我们感激是要报恩的，我们感激是很宝贵的，我们应该把它用对地方，千万不要写错地址记错的人。我们不要感激那些伤害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很痛。我们值得感激的是我们自己。你这一段也值得感激。好，来，我们下一位。首先，大晴是我从奇葩大会导荐会到奇葩大会到奇葩说最喜欢的选手之一。我最喜欢他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超会感激暴击。他经历了非常多生活的磨难，可是你们看他漂漂亮亮的，坦坦荡荡的，潇潇洒洒的站在这儿，说了这么多他生活里暴击的故事。没有这些故事，大晴还会是这么棒的大晴吗？这个题真的非常难，所以我一时之间想不到我应该怎么去说这个题。我就跟刘恺瑞和虫爷探讨，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先分享给大家。感激暴击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什么意思呢？刘恺瑞，今天我暴击你，我还你啊！我再暴击你，还你啊！我们俩是不是不和平？社会里都是我们俩这样不感激暴击的人，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刘恺瑞，今天你是一个感激暴击的人，我暴击你，我谢谢你啊！我俩是不是和平了？对方刚刚说，就是这个暴击有什么好值得感激的？我觉得感激暴击不是心态，也不是心情，感激暴击啊是一种能力。我们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被雷劈了，值得感激吗？但是我们没有感激他的能力，不代表别人没有。有一个人，他有感激被雷劈的能力，他叫富兰克林。他被雷劈之后，他就开始反思：雷为啥劈我？雷为啥只劈我？雷是咋劈到的我？于是他发明了电。说得好。我们发现薇薇姐露出了荒谬的表情，没有错，这个故事我改变了一些细节，但我想传递的逻辑是对的。我们发现什么呢？每一个暴击事件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而你经历了这次暴击之后能得到多少信息量，取决于你感激暴击的能力有多强。你的能力越高，
你得到的信息量就越大。第二点是什么呢？暴击是什么？暴击是对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状态的一种破坏性的改变。我们常说不破不立，暴击就是破，而感激就是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失恋，失恋是对我当下稳定的恋爱状态的一种破坏性的改变。如果我消极的抱怨他，我得到的讯号就是这傻逼，他为啥不爱我？我这么好。可是，如果我积极的思考，他传递给我的信号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不适合我？那我适合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什么样的爱情呢？一种新的恋爱观正在成立。失恋是破，恋爱观是立，不破不立。再比如说，我在这个舞台上经常讲市民王先生的故事。其实得到一个又一个市民王先生的故事，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过程中经常伴随着暴击。我有一次做一个工伤调解，采访车刚一开进工厂，一群工人就拥上来，几乎没有什么沟通，摄像机当场就被砸碎了，一根拖把棍儿在我的摄像老师的头上直接断成了2截。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哪见过这种大场面。后来我一脸懵的被带到了派出所调解室去接受调解，我是被调解的那个人，而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去调解别人。我发现当我被调解的时候，我情绪是失控的，不管他问我啥，跟我说啥，我都只会回一句：他们能打人吗？是不是不合适？凭什么打我们？我根本不进行任何有效信息的沟通，那一刻我是崩溃的。这对我来说是暴击，它破了我的什么？它破了我记者的神圣感。我觉得我应该是冷静的、克制的、专业的，可我不是。我也和我那些被调解对象一样，是失控的。如果我消极的抱怨他，我得到的最大的讯息就是这活我没法干。可是如果我积极的思考它，我建立了什么？我建立了可以和我的当事人产生共情的采访观。在经历这次暴击之前，我遇到情绪失控的当事人，我觉得他们就是心虚不讲道理。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冷静一点，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可是经历这次暴击之后，我再遇到情绪失控的当事人，我就知道了，他不是心虚，他只是害怕，他怕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静下来，我可以耐心点，让他把他的情绪发泄完，再告诉他你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我们知道改变不一定是好事儿，但是改变，尤其是破坏性的改变，究竟是摧毁还是机遇，取决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只有当你愿意采取感激的姿态去对待暴击的时候，你才有动力去获得感激暴击的能力，去获得暴击背后传递给你的大量的信息量。这个辩题太难了，我上场前特别崩溃，所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想临阵脱逃。几分钟的时间吧，很多朋友和同事给我留言鼓励我。最实在的一个同事，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董哥，我不知道你咋了，但我希望你别怂，我也不知道咋安慰你。我刚刚在你的工位上放了5斤优质大米。”你今天晚上别逃，你熬过今晚，明天到公司就有优质大米吃，整整5公斤。我刚刚来到这个新环境，我心里有很多不确定，我不知道大家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感激这些来鼓励我、夸奖我、给我送大米的朋友吗？我感激，但我感不感激这道暴击的辩题？我也感激。没有这道辩题，我不会把自己的脆弱展示给大家看，我也就没有机会看到大家给我的善意。哇哦！最后，作为非常鸡汤的一个持方，我想送给大家2句话。第一句来自俄国一个名字非常长的作家，他说：“我最怕的
是我现在的生活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是吧？贼鸡汤。还有一句更鸡汤，让你的心碎成为艺术。谢谢大家。刚才有打动你吗？就是董卿刚才说的。他很打动我，很打动我，是不是？真的，因为他说的那句话我听过，就是把心碎变成你的艺术。因为我们做演员的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心碎变成艺术，但是你知道，我没办法感激这个心碎，因为我的工作无法真正的心碎了，我的每一次心碎都是我的工作，就是我说不清那个感觉，但是就是对我再听一下。但是很好，真的非常好。演员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职业病，就是当生活暴击他的时候，比如失恋的时候、失去亲人的时候，他在最难过的时候，他甚至还会有一个自我在旁边提醒自己说：“记住这种感觉，下次演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这就是春夏刚刚说的，每一次心碎都会变成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境界，我觉得。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来，飞飞大王，坐不住了，真的坐不住了。这两国鸡汤铺，什么世界观，什么价值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先不反击他们，我后面大家听我的话就能回答他们这些问题。我们先想一想，我们在什么情境下会聊这个问题？要不要感谢生活的暴击？肯定不是我跟早上碰见马薇，马薇起了，感谢生活的暴击啊！那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其中一个人遭受到暴击了，对，是吧？而且我解决不了。他是一个弱者，他解决不了。我同时也是一个弱者，我也解决不了。但是我这时候必须要安慰他，那我还能说什么？我说，哥们儿，我说够倒霉的还，就你呗。那这时候我作为一个弱者，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儿。对，是的，也许。这个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应该吗？不是，这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弱者之间的阿 Q 精神，明白吗？第二，强者什么时候会告诉你这个？他们专门暴击别人，他怕别人反抗，所以他告诉你你要感谢生活的暴击。比如一些老板告诉你，你们就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这是为了你们好，你们要感谢我，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其实是吗？不是，他是为了继续暴击你们，让你们不反抗。所以，如果第一弱者这么说，我们是没办法，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强者告诉你要感激生活的暴击，不是贪婪就是坏。好，这样。第二，他们总说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这个要分2点来讲。第一，我们这个东西一定能学到吗？或者我们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学到？第二，就是我学到了，我要不要感谢他？我先说第一点，我也举个例子。我跟我一个哥们儿也是去东南亚旅游，他骑摩托车，好死不死就让一大巴撞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的大巴撞。连上了，你们辩论就辩论还连续呀。然后他摩托车撞毁了，一身血，他打电话求救，他用最后的力气爬到一个椰子树下面等待救援，也不知道这么巧掉下一个椰子就给他砸昏迷了。你说他学到什么了？他也学到了，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可是你学万有引力看书啊，初中课本上有啊，你怎么好胜心那么强呢？人家牛老师用苹果引椰子，还要更胜人一筹。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很多东西能从别的地儿学到，我们要感谢他吗？不用。第二点，就是我们真的在这个里面学到东西了，但是我要感谢吗？这就是回到了我自己。我在奇葩大会讲了，我从小选了一条不是平常人的路，所以我遭受的暴击肯定比别人多。
我被邻居指指点点长大，造成我一个条件反射，就是我现在开车经过我们家西单的时候，我头没法往这边回。哇！我会，我不是原谅不原谅他，这是我生理反应，我头没法往这边看，我头往这边看走，所以我能原谅他吗？我回忆我的人生20多岁，我遭受了很多暴击，有些能在这说，有些不能在这说。我给你挑一条。96年，我在人大一个酒吧干活，然后那96年、95年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我跟父母关系最不好，我没法回家，我最穷，我每个月的收入就靠每周1次在那个酒吧弹琴。那天老板叫我说：“你不能在这儿干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有人点歌，你不会唱。如果是一首大众的歌曲，我就认了，是我学艺不精。但是是爱拼才会赢，一首闽南语歌，我当时20岁，我连河北省我都没去过，我怎么能会唱爱拼才会赢呢？那天下着大雪，好搞笑的悲伤。下着大雪，我从人大应该拿180，我拿了50块钱，我往家走。96年的冬天特别冷，可是我不舍得打车，因为我只有50块钱，50块钱就是我未来所有的钱了，我连吃饭都吃不上。我走在大雪里，我学会了我教会了我什么呢？我学到了，我要去食物链的顶端，我要去更大的舞台。这个世界上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我走了1个多小时，我学到3点，但是我要感谢他们，我说不出口。还有，你们不要忘了啊，最重要的，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从生活的暴击中没法再缓过来。就音乐圈就有这样的人，他受不了，他精神崩溃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在医院住了2年多了，他出不来，他过不来了。还有前年的圣诞节，我最好的朋友高晓松在《小松奇谈》里也说到了这个人，他在圣诞节自杀了，他抑郁症，他自杀了，他就在那么喜庆的一个节日，他过不去了。今天，他就是过不去了，他自杀了。然后我想一个画面，有一天可能在轮回中，或者在所谓的天堂，我们再碰见了。然后他问我说：“菲菲，咱们年轻的时候生活这么对我吗？我们真的要感谢他吗？我为了我跟他，我们所有人受的这些苦难，我绝不，因为我对不起我的朋友，对不起我自己。所以你想，生活他摁着你的头，他打你，这时候如果你弯下腰对他说一声谢谢，你几乎就要倒下了。”或者说你几乎你就跪下了，你就服了。可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不能服，我们不能服。有人说，因为你强啊，你谁也不服。对，但是我们就算再懦弱的一个人，我们势必要守住我们做人最后的底线，就是我不跟你说这句谢谢。那你说我们这边是不是全是白眼狼？我们谁都不谢，不是。那我们谢谢谁呢？第一，我们要谢谢帮助我们的人，赵大晴已经说过了。第二，我们要谢谢我们自己。周星驰在《食神》里，他被那吴孟达打击成那样，然后吴孟达再看到周星驰做撒尿牛丸的时候，吴孟达问他：“哎，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周星驰说：“我是死了，可我又活过来了。我只感谢我自己，我感谢96年那个走在大雪里的男孩，他不服。”他没说这声谢谢，他相信我能走到一个更大的舞台，我能让有人喜欢我。他走到今天，他走了21年，他走过来了。我走了，我到这儿了，所以我只谢谢我自己。我不会唱爱拼才会赢，怎么了？我用这21年告诉你们，我就是爱拼才会赢。我就是爱拼才会赢本人。最后，我每年新年都会给年轻人一个祝福，在我的微博上。每年的话不一样，但是有一句话是像我这样的人最真挚的祝福，就是我希望你们永远不曾经历我年轻时候经历的一切。希望你们健健康康、白白胖胖的，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被命运温柔以待。只有这样的生活才值得被感谢。谢谢你们。马老师，
咱们谈一个纸巾的植入吧。这是我们节目大量刚需啊。我们得把手里的东西在闲鱼 APP 先卖一下，才能买一些纸巾回来。天哪！来，秋晨，秋晨加油！首先，我觉得咱们这个辩题应该讨论的东西，真的不是那种天外飞仙一样的意外和伤害。我们应该讨论的是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我当然没有办法去感谢那个伤害大秦的歹徒，我当然没有办法去感谢那个羞辱了菲菲的混蛋，我当然没有办法去感谢那些所有毁灭我们家园的天灾。这有什么好谈的？这种三观笔直的立场，有什么挑战的意义？这样的辩题有什么意义？你看，今天蔡聪老师也和我们坐在一起，他比我们更有资格谈论那些意外和伤害。对方辩友，你完全可以问我，我可不可以要求蔡聪去感谢他的失明？你如果问我，我没有办法回答。可是我相信你不会问我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不好意思用暴击这个轻浮的游戏术语去调侃他的失明。因为你心里清楚，我们今天要谈的暴击，无非就是我们生活中那些走不过去的挫折和失败而已。好，那我们怎么样感激失败呢？我想不到什么能说服我自己的道理，普通的道理非常的好想，无非就是加了经验，升了等级，得了教训，最多也不过就是灭了幻想，改了方向，认清了自己，无非就是这些而已，对吧？你觉得那是失败带给你的东西，所以你觉得对他说一声谢谢也是可以，可是那说服不了我自己，我觉得那没有逻辑，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凌晨6点半，今天早上想到凌晨6点半，然后早上10点钟就要过来。我想到6点半，我想到了一个小小的可能性，那就是可能恰恰就是因为生活的暴击和生活的失败，就是让我们一无所获，就是如此的毫无意义，所以我们才必须用感谢来欺骗自己，所以我们才必须用感谢来赋予它哪怕那么一点点的牵强的意义。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失败的故事好了。对不起啊，在今天的这场故事会里面，这一定是最后一名，可是我必须说，这个故事非常的平庸，它的名字叫《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个画家，我从小就这么想。而这个故事也相当的平淡，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戏剧性，无非就是梦想没有实现而已。我没有被暴骂过，我也没有被人当众撕碎过作品，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画出一张可以被撕碎的作品。无非就是我考了3次的美术学院，然后2次被我爸妈劝阻了，有1次我自己考砸了。然后呢，就是我改换了目标，我决定去做一个设计师，对吧？好歹沾点边。再然后，哇，35岁了我。就到了今天，我依然没有画出一幅我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你们知道真正的暴击是什么吗？不是那种一瞬间的兜头盖脸那种暴击，真正的暴击是漫长的时间，1分1秒的凌迟你的尊严，这才是真正的暴击。而那一刻，没有任何人安慰我，因为我的失败是如此的平凡而不起眼。那怎么办呢？我每一天都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就是不行？我应该怪谁呢？是因为阻拦我的父母吗？我不忍心怪他们，因为我知道爱有局限。是因为我懒吗？是的，我真的挺懒的，可是我都已经试了3次，我人生中没有什么事情这么拼。或者是因为我就是傻，就是笨，就是我不配嘛。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性的声音对我说，可能真的是哦，真的是你傻，你笨，你不配哦。可是我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声音悄悄地对我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能不能不要认啊？我能不能不要认啊？
谁会愿意认这样子的东西？我知道我们生活里遭受的很多挫折和失败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尽管我们考试失败了骂老师，我们比赛输了骂评委，可是我们脑子里知道很多都是自己的原因，可是我们心里依然纠结，我能不能不要认得这么彻底？于是怎么办呢？那就找别的原因，继续找个原因。比如说我找啊找，找啊找，有一天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你，我找到了你们，我找到了职中、马威、建彪，我找到了潇潇和如今，我找到了马老师和康永哥，我找到了你，我找到了在座每一个你。然后那一刻我特别开心，因为我终于可以对自己说，我过去的失败是有意义的。画画的那条路走不通，原来是为了让我在这条路上走得久一点、远一点，让我可以方便遇到你。那一刻，我终于可以对我自己说，我的失败不是毫无意义。我谢谢你，因为这场失败就是我遇见你们的全部原因。哇！但是我还没有丧失理智。我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这不合逻辑。可是暴击讲逻辑吗？暴击不讲逻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那么多的逻辑？我只想告诉你，感谢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不过就是一种救赎和安慰而已。所以最后我想说，这些话我只对自己讲，真的，我没有丧失理智。这些话我只对自己讲，我不能够去要求别人去感谢他们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暴击。我们每一个人也没有能力和权利去要求那些正在跟暴击抗争的那些人去闭上自己的眼睛。可是我现在只想有一个时刻，也就是当我这一天上报了的时候，我能不能有一个片刻，我放下真假，我放下逻辑，我闭上眼睛，这样我才不会觉得窒息。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要叫我强行睁开眼睛去认识什么所谓的真理，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和那些强行要我闭上眼睛的人也没有差异。谢谢。正方哭，正方哭，正方哭完反方哭。还好我们有微微，来吧，欢迎微微。微微，我说你们真是愿感激力与你同在的绝地武士啊！你们这感激太强力了，你们的感激就是谁都能感激，但凡有一点收获都能感激。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世界上有你们不感谢的人吗？你们感谢那么多人，你们忙得过来吗？你们？啊，不小心看了一期《感恩中国》呢。其实秋晨，我觉得我跟你最大的分歧不在于对生活暴击的认知上，也不在于对感激上，而在于对值得这个词的判断上。值得的意思是什么？必然是两种判断，一种判断是通过利弊判断，我觉得这事儿值得干，对不对？第二种判断是叫做道德判断，我通过善恶的判断，觉得这事儿哪怕利益有损失，可是对我的人格是值得干的吧。而这两种判断必然具有普遍的号召性，而不是自己简单的情绪吧，是不是？所以我同意秋晨说的一切，你能不能？能。我能不能不感激？也能。可是我拜托你们不要用值得这个词，一旦值得，从利益角度就是在告诉我们暴击利大于弊，是不是啊？那我们就要四处去找暴击啊，没有暴击创造暴击，这种讨打的心态就是我未来的人生。所以利弊角度不成立，我们看道德角度，道德角度很可怕，你们知道吗？当我们认为感激的这种心态才是值得的，才是好的，才是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剥夺了那些我没有能力、没有心胸、没有勇气去感谢的人的权利呀？这边我觉得咱们都很幸运，我们找到了彼此，
我们找到了《奇葩说》这个舞台，所以在我们经历了人生那么多暴击之中，我们能重新散发光芒。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倒霉的朋友，他经历了挫折，他就一路挫折下去了，他现在在低谷，他就看不着天空了。这些人，我们现在让他说你也值得感激哦，你们觉得适合吗？我奇葩说就是略红了以后，黄志忠同志成为了微博著名情感专家，我成了微博著名离婚专家。我觉得半个中国的女人想离婚的时候，她都会发私信来问我。他们遇到的情况各种各样，甚至有包括康永哥说的那种，就是哪怕婚姻关系不好，可是女方丧失了谋生的能力，这个时候她不知道该不该离婚。甚至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她老公不仅出轨劈腿，而且还家暴她，可是她身无分文，可是她完全被控制。好，我作为一个离婚之后过得还不错的人，我可以拍拍胸脯吹说，对呀，我感谢离婚带给我的一切，那些离婚带给我的事情让我成为了更好的女人。但我能不能跟人家说，离婚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女人，你值得这么做，你必须要感激这一切？我能不能这样做？不能，不能。那我能不能认为我是比较高尚、比较了不起的，他是比较低贱、比较无能的？也不能。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情感在面对暴击的时候的情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明白吗？你可以高尚，你可以痛哭，你可以咒骂，你可以仇恨，这都是我们人类的情感。我们人类很惨，已经被规范了行为，规范了道德。我们的情感难道也要统一划一的规范成一种值得吗？有哪种情感是特别了不起的吗？好，现在说回我方论点，你们反复强调的就是暴击会教给我们一些技能，这件事儿我部分是承认的，因为无论如何你总会从一样东西中学到一些东西，我承认会学到一种技能，但我只是说暴击教会我们的技能是我们不该学会的事儿，是一个幸福的人不该掌握的技能。什么意思？一个人长期忍饥挨饿，养成了一种特别抗饿的技能。非洲难民就是这样。你觉得这个技能学会了有什么好骄傲的吗？有什么好感动的吗？对他未来发展有什么帮助吗？不是，这是被迫谋生的技能。你们有没有在马戏团里看过狮子钻火圈？看过吧？狮子为了一口吃的，为了不挨打，为了不遭到暴击，它甚至违背动物天生怕火的本性，它会钻火圈了。可是你觉得这是一只幸福的狮子吗？这是一只会感谢人类的狮子吗？所以你知道吗？天地为熔炉，造化为工。我们万物是什么玩意儿？我们万物就是其中被炼造的铜。我们本来可以自由成长，我们应该属于花园，属于草原，属于荒野，这叫人的最健康的个性。可是苦难会教给我们什么？扭曲和压抑我们的天性。我们经常说，你以后会变成你最不喜欢的人。我想问，是什么教会了你变成你最不喜欢的人？是不是挫折？是不是暴击？是不是无数个不得已？是的。可是你要感谢他吗？你要感谢一个让你摔得灰头土脸、面目全非、顽强成长的你吗？你变成了动物园里的那个狮子，你变成了动物园里的那个狮子，你学会了无数的小把戏，没有一个是你想要的。所以我对生活的暴击，我是什么态度啊？你生活捶我一顿，我最勇敢做到努力不哭，再勇敢一些，扼住命运的咽喉，还顺手给你来个撩阴脚，对吧？我很佩服对方辩友，还能够在这一切之后说谢谢你啊，我很佩服。
我也认为这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可是别用值得不值得，因为每个人都应该长成他想要的样子，每棵花都应该开在他想开的时候。如果不得已让我们在一个角落委屈的绽放，那也不要感谢把我们移植出沃土的那些人。二台欧阳超。来了来了，暴击了，要来暴击要出现了，暴击要开始，我们要被出现了。暴击是什么？呵呵哈嘿，我就被暴击过。那是阳光灿烂的一个下午，在警校的操场上面，拿过全国散打比赛亚军的教练说：“欧阳超，过来实战一下。”教练，我这几天不舒服，不舒服正好活动一下嘛，过来打我。这就活动一下。教练就像蜘蛛侠一样，动作再快一点，然后我就再快一点，最后一下终于打到了教练的腹肌，然后教练说：“你就这样了是吧？那我来喽。”他直接就在我身上打鼓点，什么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不怎么可以累啊？啊，打到肋骨，然后我两肺的空气就突然之间，靠，我出去一下，然后我至今很感激他，因为没有这样的暴击，我们走出校园之后，怎么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拿什么保护我们可爱的人民啊？各位可以安全地坐在这里看《奇葩说》，不就是因为有遭过暴击的警察吗？你们可以看到精彩的辩论，不就是因为有遭遇过暴击的辩手吗？哇，这个好。永开，你是热还是要？来，永开。真的要讲。其实我明白很多观众会心想说，就是生活的暴击尽管很痛苦，很多时候有一些技能真的要透过逆境来学习。可是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不代表说生活的暴击值得感激，它只代表一件事情：生活的暴击值得研究。所以你们今天充其量只是告诉我说，在面对每一次挫折跟失败，我们要静下心来，把它内化成一种经验。可请问一下，必然要抱着感激的心，你才可以内化成一种经验吗？对啊。所以，请不要仅仅是因为你们在逆境当中曾经学习过，因此就认为它应该值得感激。尽情的学习就好，没必要感激它。这就是一点小表达。来吧，如今。说两句废话啊，好啊。说两个笑话啊。这一题确实是很难答，我刚才就想一下有什么理由可以感激，我大概想到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被人欺负，有一些人就特别喜欢欺负人，是吧？欺负你的时候，怎么样可以避免他不欺负你？不给他任何回应，他觉得不好意思、不好玩，他就不再欺负你了。你想一下，我这开个脑洞啊，想一下，如果大秦被人打劫的时候，他最后 Thank you 你 baby 的时候，你最后回他 Cup kun cup， 你觉得他会怎样？我觉得他会觉得你是神经病，是不是？如果那个椰子掉下来的时候，你真的是跟他说，你应该也是泰国是吧？因为同一辆车嘛，卡坤卡，他是不是也会觉得你是神经病？是不是？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做到什么？气死他！在我暴击的时候，他猜不到你在干嘛的时候，气死他！气死他！这都能想到，这服了你了。因为你感激了生活的暴击，生活的暴击被气死掉了。太棒了啊！所以呢，我们啊，我改变，你改变了，好，你改变了。我们来听听看康永哥。你这时候后悔有意义吗？有意义的。
我觉得我们奇葩说是一个有侠客精神的节目。是的，哦，看到有一方的辩手被逼到了这么角落的边边，然后连秋成我们的冠军都说出了他想不出怎么说来。对，我实在觉得我没有脸再待在安逸的那一边哈，所以我就过来。我就过来不只是我觉得我们奇葩说的人有这种反骨在，也包括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在场的有2万名观众所派出来的100名代表，按的键呢，并没有明确的剧烈的摆动。是的，我觉得我们一定漏掉了什么东西。那我们的任务应该是要把这个说不出的事情给说出来。如果我们说出来了，大家心里会舒坦一点。所以我试一下。马薇薇刚刚提到了动物园，动物园是一个长久以来困扰我的设计。有些动物园设计得很好，真的辽阔，接近大自然的真实状况。台风来的时候，暴雨的时候，他们有东西可以遮风避雨；病虫害来的时候，他们有人可以医治这些动物。我没有把握，如果我是一只鹿，在野外被老虎追，然后风吹雨打的时候，我不会看着另外一只鹿在一个环境良好的动物园里面受到遮蔽、受到保护，我会不会羡慕它？我不知道啊，说不定羡慕只是一个只有人类才有的情绪，鹿可能没有，所以我这个是人类的多虑。这也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类必须多虑。我们人类必须自欺欺人才能够活下去，因为我们人类需要一个本来不存在世界上的东西，叫做意义。野外没有一只长颈鹿在寻求意义，没有一只斑马在寻求意义，整个地球上在寻求意义的动物，只有我们人类而已。我们怎么搞的？我们怎么会开始标榜在动物圈里面从来没有流行过的概念？比方说幸福，比方说宁静，比方说意义。我觉得我们人类想多了，生命的本质可能从来就没有打算过温柔善待活着的任何物种。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生活就是生存，而生存可能只是幸存。我们中国人说心存侥幸的时候，就是一只兔子被天上的老鹰追到跑不掉的那一秒钟，最后在0.01秒，它躲进了森林里面，老鹰抓不到它，那个兔子幸存下来。如果生活是这么残忍的，而我们人类想要赋予它很多意义的时候，我们只好自欺欺人。这些东西是我们人类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当中活下来之后，给我们自己打气用的。今天我们如果一旦要否决一开始投票给值得感激的那50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在否决这件事情，就是投给值得感激的这50个人，是在跟我们说，我们能够活着是幸运的。然后，今天的题目并不是我被生活暴击，我要感激吗？不是，主词不是我。主持是抽象的，就是生活暴击我的时候，这值得感激吗？我们若把它提升到我们对人生的理解来想，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来想的时候，我觉得是值得感激的，因为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我会直接把暴击2个字从我们的题目里面拿掉，就是活着是不是值得感激的？然后我会正大光明的回答说，是值得感激的，而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生活是没有暴击的。没有暴击就不是生活。我认为任何一只野外的兔子，任何一只老鹰，它在抓兔子抓不到，结果饿肚子，喂不了它的小鸟，它的小鸟死掉，生活给它暴击。它抓到了兔子，兔子得到暴击。生命的循环是由暴击所构成的。
我们什么时候被承诺过，我们该过一个一生没有暴击的生活？我们什么时候被承诺过，我们要一生幸福快乐？那是我们自我催眠的向往之情。所以，当我把暴击2个字从题目中拿掉的时候，活着是值得感激的，而活着一定有暴击，所以生活的暴击值得我们感激。特别感谢康永哥给了我们开了这么一个脑洞，好吧，那我也说一个。怎么办？我激发他的斗志了。我几天前，我可能做了一次世界电视史上最长的采访。罗振宇采访了罗永浩，8个半小时。哇哦！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做 to C 生意的企业家，就是卖给零碎客户的企业家，道德水准是比较低的。”这是美国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天天有用户骂你，你天天被摧残。他说逃过这种骂，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幸存下来的人。他说可能我们这群人道德水准就是比较低。这当然是他自嘲的一个玩笑，但是这件事儿是一个特别恐怖的真相。我不敢说60后的老人家，但我敢说我们70后这一波，普遍来说，道德水准就是比80后低。80后的道德水准，普遍来说就是比90后低。为什么？这跟道德其实没关系，因为我们遭受生活的挫折、磨难和暴击越来越少，这是社会的希望。感谢个屁呀！我特别感谢你，你把我要说的说了。这就是生活的暴击啊！让你也知道什么是一道题里的暴击。其实我到奇葩说来之后，受到的暴击何止这一次呢？奇葩说给我最大的暴击，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好玩的人。我天，这对我的价值观摧毁特别大。就我活了40多年，一直认为伶牙俐齿、性情灵动哈，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个好玩的人。然后我这2天突然发现，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不好玩的人。我昨天终于忍不住，我跟罗振宇探讨了这个问题。罗振宇说：“其实你就是一个女人当中的奇葩，就基本上是完全以理性方法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人。但是呢，奇葩说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不需要好玩，虽然好玩很受欢迎，你只需要真就好了。所以我继续保持我的不好玩。我告诉你们我的基本思路，我基本思维逻辑哈。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超市卖水果刀，有人买了一把水果刀。”他拿这把水果刀扎了你，你不能埋怨超市卖水果刀。好，当我们理解了这个基本的逻辑之后，我们回过来再来看这件事情。有一个木桶砸了你，你半身不遂了，你失忆了，然后有大夫救了你，你醒过来了，你感谢木桶。你知道这个逻辑的错误出现在了哪儿吗？原因的原因，它真的不是原因。那你要感谢谁呢？你要感谢谁呢？你要感谢那个大夫啊，是吧？好了，你还要感谢谁呢？你要感谢命运，有的时候是有幸运那一点的，所以你要感谢你在这场暴击当中活了下来。我拿到这道选题的时候，我知道查生活的暴击不容易查，容易查到各种各样的游戏攻略，你知道吗？所以呢，我按照秋晨的方法，我做了一个近义词替换，叫做感激挫折。你搜到的前10个关键词都是感谢挫折，作文怎么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其实没有人真的感谢
没有人有困惑，我们就是要写一篇作文而已。这意味着一代人受到过暴击。对，就是一代人被这个作文命题把你框住了，然后你对自己说，如果挫折到来的时候，我总是要感谢什么的吧。这就是罗振宇说的，这件事情不是真的。我随便搜几篇作文，我给大家念念啊。小草如果因为没有树的伟岸而感到痛苦，那我们就不会见到辽阔的草原。草原感谢挫折。贝壳如果因为心中的一粒沙而感到痛苦，那它永远孕育不出珍珠。珍珠感谢挫折。你想，我挺替珍珠难过的。它如果没有那一粒沙，不疼7年的话，它本来不需要被割掉，那珍珠贝可以活30年。我再给大家念。当时我的成绩极差，而那永远都板着面孔的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愚蠢之极。时隔7年，我依然深深铭记着他那一段被打被骂、充满泪水的日子。正是这黑暗无比的艰辛岁月，让我从跌跌撞撞当中走来，直至今日，成为一名越挫越勇的青年。我为什么读这一段？因为这是一段范文呢。我把原文输进去，能有7、8篇范文是同样的这一段例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大家都是要写一篇作文，大家都知道在说谎，大家抄来抄去的去表达，说我应该感激挫折，我应该感激生活的暴击。我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因为它的确不是真的。这也是我最感谢奇葩说的一个始终在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基本的价值观，就是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不感激，就不要写这作文了。好，郝老师，哎，好，来，对不起啊，哎呀，这道题真是生活的暴击。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奇葩说题目啊，从第1季到现在，很少有这种，就是我们所有这上面的人都偏向于一边的。这是其中的一道。我们4个站在这儿，真的也恨不得站到那边去。我真正感到意外的是，今天我们现场观众去投的时候，居然差不多是50%对50%。这就是康永哥所说的，我们觉得这道题恰恰有说的必要。在我们心里，我们默认的这一群人之所以做奇葩说，是因为我们反鸡汤。我觉得鸡汤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伟大的一个词儿，它特别形象地说了一种人腔调、事件、姿态及陈明。而反鸡汤呼唤的是理性，呼唤的是反思，呼唤的是多元。我觉得罗老师说的特别对，这道题就是个鸡汤题，其实就是我们应该感激生活的挫折，失败是成功之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最后一个是增益其所不能也。就最后那句，我不中间我都不背了。我听罗振宇老师的得到上面，万维钢的精英日课前几天讲到一篇，我受益匪浅。他就讲从概率角度去讲，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扯淡。但是我们所长大的环境里面，有多少句话是这样的扯淡，而我们没有功夫去反思它？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今天我们现场50对50的原因。不是我们观众不聪明，也不是他们不学习，只是有的时候懒得想。奇葩说如果在今天晚上能够给大家一个反向思维的机会，
我觉得这远比我们这一场辩论以及它的胜负重要的多。这就是我们4个以及后来才加入我们的康永哥所坚持的唯一的一点价值。所以最后如果何老师说请大家最后针对这道题目去投票的时候，我内心我自己，我不代表其他人，我自己愿意看到的是蓝色压倒性的胜利，说明今天晚上我们的整个的讨论有了一点用而已。但是站在这一方，我们必须去开我们自己要开的脑洞。我是这么理解这道题的：生活的暴击指的是什么？不是脑袋上掉个椰子，或者人从车里面撞出去，而是这件事情的心理后果。心理后果才是暴击。你们家有8套房，我们家就1套房地震了，咱们各损失了1套，对我就是生活的暴击，对你就不是。所以生活的暴击不是事件，而是事件之后的心理创伤。什么是心理创伤？有一个词儿叫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我的一个老师是部队医院的心理应用学方面的全国的权威，他跟我们讲什么？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武警战士绝对是最精英的一批武警战士，最先冲进去。但是你知道，最先冲进去路断了，没有工具，那么全营的战士进去以后，真的就是用手去挖，挖出来的是什么？是残肢。你们能想象汶川当时的那个人间地狱的景象吗？你们能想象那个味道吗？后来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项目去跟踪这些战士，这一个营的战士出现了几个特殊的情况。第一，所有的人都把自己身上的所有毛发全部剃掉，所有毛发全部剃掉，没有要求。为什么？他觉得有味道，是弄不掉的味道。这个部队用水量是同样其他部队的10倍以上。因为什么？所有的战士每天都洗好几个澡，因为他觉得有味道。部队的那个应用临床心理学的那个专家追过来，给他们做治疗，把问题解决掉。但是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是 PTSD。人是不是到今天才有这个东西的？应该不是。我们大约承载这个东西好多年了。在古代，这一条街着火，全部烧掉了，那是巨大的灾难。有多少家庭完蛋了？人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干的事是修一个祝融庙。发水的时候，水把几个村子的人全部冲走了。人干的是什么？修一个龙王庙。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弱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修复自己内心的创伤。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场里面好多都是强者。赵大晴是强者，他虽然给你讲了他的那个点儿背的故事，但是他是强者，因为他还继续旅游。那个是强者，因为那个就是那首歌本人，他是强者。马薇薇是强中强，整个这个现场里面弱者很少，强者不会理解弱者的心理创伤和变化。所以当强者问我们生活的暴击值不值得感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他值得感激，因为我完全站在你那一方。但是我只能说，感激也许是弱者的一个路径，它不值得跟别人分享，但是对自己也许有用。
老师，您还有1分钟，全林老师来。我继续说回真话吧。PTSD 不能用感激来治疗，而且一旦你给了他这个信号的时候，说你可以用感激的方式让你得到救赎，你可能会给他增加心理上的另外一个负担。他痛苦，他还要感激。我自己在汶川地震之后是接受过心理治疗的，所以心理治疗有明确的方式告诉你怎么做。不要相信感激。大水之后的龙王庙不是为了感激，是为了求你不再害我。如果你经历了创伤，你的心理治疗怎么做？特别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在你的心里想出一个盒子来，把你最难受的一个场景，慢慢的从视频想成一张照片，把它固化下来，然后把那张照片放到盒子里面，锁上它。我们怎么来对抗生活的暴击？其实分3步走。第一步，接受它，生活总有暴击。第2步，如果我们能战斗，不管我们是弱者还是强者，都要战斗。但是第3步最重要，叫做放手，再开始。生活的暴击，他喵的到底值得感激吗？红键是值得，蓝键是不值得。交给我们现场100位观众，请您做出您的选择。3、2、1。所以，春夏有改变你的想法吗？我没有改变，就是我确实刚刚就有话想说，是在微微说完话以后，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导师们说完话，我这个话现在说不合适了，但我还是想说完，不然回去会憋死。其实在秋晨、董卿和菲菲、大秦他们说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甚至哭了。我后来在想，为什么微微说的时候我没有哭？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那种感动我有过，但我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微微说的时候我哭不出来？是因为我就在这个感觉里。那我刚刚想到一个我自己的小事情，反正再耽误大家时间再鸡汤几分钟啊，我想起我好早，大概5、6年前在大城市打工的时候，我妈妈去看我。她去看我的时候呢，我要上班的那个地方离我的那个地方有3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早上大概4点钟起来去上班，然后我妈妈当时就一改对我的印象，她以前觉得这孩子特别懒散，特别不懂事，家人都觉得没什么出息，不用多管教了。结果我妈妈那天之后就跟亲戚朋友都说觉得我变得特别的乖，我完全能照顾自己了，结果变成一个特别好的孩子了，就完全就没有再多管我工作上的事情，我就依然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过了大概4年到5年的时间，我有一天跟我妈妈闲聊的时候就说起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轻松，暴击之后的语气在说这件事情。我说你看我当时过得那么不好，然后我经常2、3天没钱吃饭，然后我也自己走着去上班。我说你看我也过来了，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拥有的这一切。然后我当时说的那个语气绝对是感激暴击的，我的心理状态绝对是说你看，有一点骄傲和小小的在家人面前的得意。然后但是我说完那个话之后，我妈妈没说话。然后过了好几天，她突然在一个特别尴尬和不恰当的空档来跟我说，她说就对不起，她说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我没有在该做的时候做好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当时确实是难过了。然后我刚刚在想这个辩题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我是感激暴击的，但是我的妈妈或者我的家人朋友，他们肯定不想让我承受这样的暴击，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不需要你功成名就，我就是希望你好好的在我身边。那我那1秒钟就在想，那我还值得感激这个暴击吗？经过暴击后的我自己确实变得没有那么可爱了，
就是我变得不会撒娇了，我没有那么柔和，然后我不会像其他女孩子一样跟妈妈说很贴己的话，然后我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都非常强硬，我攻击性超级强。今天大家看不到，是因为这是工作，就是我变成一个我自己不太喜欢的人，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调整不了，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是最安全，然后最能够照顾到，而且我确实变得非常敏感，我觉得我的分寸感变得。我在意每一个人的感受，我会观察现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反应。这个好吗？我觉得可能我获得了很多，但我觉得，未必真的有那么好吧。对，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选这个持方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奇葩说观众的这个投票比例，我特别意外。我来之前我以为会是另外一样的，我以为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感激，因为很正能量呀。但是我还觉得我作为一个艺人选不感激肯定会被人骂，但没想到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的选的立场是觉得我的家人和我的小表妹一定会看到这道题目，然后我的小表妹又很怂，我就希望她能够很强硬的去生活，所以我选了这样一个立场。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如果说当暴击我的时候伤害到了我，透过我去伤害到了我身边的人，那他就不值得感激。我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也可以变成更好的人。谢谢大家。春夏，你能再说两句话吗？当然，来，那你帮我把这个念一下。谢谢春夏。我早就想念了。我靠，这也能卖得出去的闲鱼 APP。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好棒！记得用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VIP 看视频。谢谢春夏，感激，心存感激，心存感激之后看看结果来。好，来我们祝贺反方获得由纯真酸牛奶为我们提供的纯真10万元的奖学金。来，祝贺！那么辛苦我们罗老师、康永哥还有春夏。首先写下在反方的3位辩手当中，你们觉得更棒的是哪位？一位是薇薇，一位是大晴，一位是菲菲。更痛苦的是要在正方当中选一个今天没有那么可爱的，到底是董静，还是秋晨，还是刘凯瑞？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儿？有什么？有什么事？你这一生必须要做的。这一生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你这一生必须要做的。首先我们亮可爱之心，3、2、1。好，薇薇2票，菲菲1票，我们祝贺薇薇。那么，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要拿到这个没有那么可爱的黑猩猩，其实蛮可爱的啊。来，请亮。刘凯瑞2票，马东1票。好，来，凯瑞，加油加油！原来你这么有种。他反正想被暴击，就最后算了。我很感激。好，我们更要感激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奇葩说，谢谢大家，谢谢春夏，下期再见喽。爱拼才会赢这首歌，我到现在也不会唱，因为我这首歌有点心结，所以我也不太想学。好搞笑的悲伤啊！就是我真的被他感动到了，然后我觉得他那种扛下去的感觉，特别牛。我觉得菲菲本身就是爱拼才会赢本人啊，菲菲特别可爱啊，这么大岁数了真不容易。
不要给他压力了。建标写男的，关键建标写的是谁？建标写男，臭不要脸！胡建标，写自己吗？你们看胡建标是不是人？啊，是他自己啊。中了，那他右手，他就是那个自己团体。好，那等会你们帮我写一下，我那票你帮我写一下。我是一个多么值得为我自己鼓掌这样的一个人，是吧？对，就这样。建标，你跟狗比不了长的，你跟狗比不了长的。